当你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说明你一定是在寻找一种可以增强网络匿名的方法。网络匿名后你去做什么，那是你的选择，而我会给你提供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是通用的，在全球各个地区都可以使用，越是在实名登记不严格的国家，匿名性越好。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个人电脑连接家庭、学校、公司的网络，直接访问互联网应用提供的服务。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个人上网访问记录及 IP 地址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此时你正在对网站进行渗透攻击，那对方可以采取相关手段，根据 IP 进行溯源，追查到你的身份。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自己的 IP， 不被对方找到自己，我们需要对自己的 IP 进行匿名防护。那我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几种方法，这几种方法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不同的场景下选择去使用。有的方法它的匿名性非常高，同样它的成本会比较大。有的匿名方法它的匿名方法比较简单，但同样它的匿名性也会比较弱。比如说我这边整理了4种匿名方法，分别有1层匿名、2层匿名、3层匿名以及最高的4层匿名。每一种匿名都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场景去使用。我们先由第一层最简单的匿名方法1层匿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自己的电脑连接到家庭 WiFi， 然后呢通过家庭 WiFi 上网找到免费的代理节点，比如说我们这边通常会使用的 Clash、Vetori 或者 Shadowsock。网上 GitHub 也有很多的免费节点，只要把免费的节点导进去，此时再通过这个代理软件访问任何的应用服务，配置好相关的代理端口，那此时对方的应用服务获取到的 IP 值只能是免费的代理上网节点的 IP 值，比如说是 201.1.2.3。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1层匿名方案。第二个呢，我们讲一下2层匿名方案。2层匿名方案呢，这边有2种方法自己根据不同的场景我们酌情去选择。第二个的方法是2层匿名。首先的第一层，我们当然是连接到自己的网络，然后呢我们通过免费找到的免费代理节点，然后呢再由它配置到 TOR 洋葱路由器，洋葱的匿名软件，再由洋葱的匿名软件再去打开对应的网站服务。那此时网站记录的 IP 值是什么呢？它记录到的是最外层 223.1.2.3 也就是说他们在想溯源的时候找到的是洋葱路由提供给我们的最外层的 IP 地址。这个是2层匿名的方案1。2层匿名的方案2呢，就是首先自己的电脑连接到家庭的 WiFi， 然后呢我们选择有大厂信誉的 Cloudflare 提供的免费 VPN 服务，通过免费 VPN 服务呢再去连接代理软件，通过代理软件可以不用经过 TOR 直接去访问应用服务。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WARP 这款 VPN 它的网速带宽非常好，同时再经过节点上面一层去掉了之前 TOR， 那整个的上网的流程的延时体验会比经过 TOR 洋葱路由会快很多这2种两层匿名的方法，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酌情的考虑使用。我们再讲3层匿名方法。3层匿名上网方法呢，首先我们不要再连接自家的 WiFi， 而是连接公共的 WiFi。 这个公共的 WiFi 可以是咖啡厅、图书馆等不需要手机短信验证的公共 WiFi， 甚至理发店，或者说就在街边的一个普通的公共 WiFi。 然后呢再由它我们连接免费的 VPN。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使用大厂的 WARP 免费 VPN 服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其他的靠谱的国外的 VPN 服务或者说我们自己搭建 VPN 服务，使用 OpenVPN 连接到自己的 VPN 服务器上，再由 VPN 的第3层
是干嘛？第三层是干嘛的呢？使用连接免费节点，免费节点上面再经过 TOR， 再由 TOR 最终访问应用服务。那它总共是有3层的。第一层保障就是在这儿，跟我们之前区别在于，之前我们连的是自家 WiFi， 如果一切都被泄露了，比如说 VPN 突然断了，或者说 Clash 的免费节点也不安全了，那会直接暴露我自己的家里的 WiFi IP 地址。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公共 WiFi IP 地址的话，此时即使泄露的也是公共 WiFi， 而这种公共 WiFi 有很多人都在连接，也没有办法快速的根据这种公共 WiFi 的 IP 找到我们。这是第2层方案。那我们再介绍一下终极防护方案，也是最高匿名性的一个方案。而这种方案呢，它的整个成本会比较大，甚至我们为了使用这种匿名方案，需要从购买手机、购买流量卡等方面都要下很大的匿名功夫啊。那好，我们来介绍最终极的4层匿名方案。4层匿名方案的关键点是在这儿，跟前面3种方案都不同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张匿名的流量卡、匿名的手机。在中国呢，以往的情况下，是手机卡在没有做强实名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很容易购买到匿名的手机卡，可以上网使用。而现在呢，所有的手机卡都需要进行实名验证。当然了，我们可以通过电报去购买已经被别人实名过的流量卡，这是一种途径。所以说，首先我们要获得一张完全匿名的流量卡，这样流量卡跟我们自己不允许有任何的关联关系啊。比如说你购买它的手段最好是使用现金线下，或者说即使你在网上购买，也要保证自己网上购买的。好了，我们这次的高强度匿名上网方法已经讲完了，总共有4种方法，每一种方法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使用。比如说，个人建议是，当我们平时访问一些国外网站，翻墙看一些网站的时候，仅用1层代理就已经是足够了。而当我们做一些渗透测试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2层代理，也就是说自家 WiFi 加免费节点加 TOR 这种方法，或者说前置 VPN 加上免费节点这种方法做2层防护。下面的2种方法，3层匿名和4层匿名，是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我们的有些场景下，比如说你做了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会被国家的机关、执法机构全部的去追查你的时候，那你要优先考虑一定要使用4层匿名，或者是3层匿名。4层匿名这种条件非常不具备情况下，你才可以退而求其次的使用3层匿名啊。这篇呢主要是一个网络层面的匿名防护方法，但是真正的匿名系统还要包括很多，比如个人电脑或手机的终端防护，运行在系统应用设备上面的应用防护，比如说最近暴露出的输入法信息隐私泄露的情况，还有呢，个人在网站上面的身份信息泄露出现的社工风险防护等。那我们后面再继续补充匿名的防护方案，构建一个全面的匿名防护方法，保护个人的身份隐私。